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达达。然后这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稍微偏严肃的话题。其实上一期聊的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那么这期我们要聊的是出柜。其实，在我上一期视频里面，发出去之后，还是有挺多的朋友有给我写评论，甚至有的人给我发了私信，然后有在私信里面跟我说到一些就是相同的经历啊，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他出柜的一些经历，有出柜出的比较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收到的几条私信，大部分都是不太成功的，所以今天就刚好，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吧。如何正确的出柜？你真的需要出柜吗？你想什么时候出柜？什么时候出柜是最合适的？希望我在今天这条视频录完之后，大家心里面能有一个答案。然后我也会结合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到我是怎么出柜的，还有以及我身边圈子里面的一些朋友他们是怎么出柜的，还有就是那些不打算出柜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等等这些问题啊，我都会在这条视频里面分享出来给大家。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关于要不要出柜这个问题，你像我的话，我对我妈妈那一边其实是已经算是出柜了。我妈是知道我是弯的，才知道是弯的。然后，在我比较熟的这一圈朋友里面，他们出柜的人数大概是占了1/3，就也就是说，大概是有2/3的人其实是没有出柜的。就出柜的人其实，还是偏少的，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少。然后我先说回我自己吧，其实我目前跟父母的一些关系不算是特别紧密，因为一些小时候童年时期的一些经历，所以关系其实不太紧密了，不会说每天打个电话，一周打几个电话都不太会。其实，对，但并不是说我就跟他们就是断绝关系、断绝来往，不是啊，只是不太亲密。就比如说，我小学是在老家，郴州，在那边上的小学。那个时候是我妈妈带着我，我爸爸要出去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他是周末才能回家，然后剩下的周中的时间都是在外地，还是要工作。然后是我妈妈带着我。我记得小时候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每周末盼着我爸回来，然后带我去吃好吃的，带我出去玩，就是这一种。但那个时候太小了啦，很多事情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小时候我家里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爸妈关系也并不是很亲密啊，他们关系不太好，会有吵架的情况，然后还有几次吵得比较严重，就他们吵架的声音有几次是大到已经就是把我从睡梦中直接吵醒了啊，就是所以他们俩关系不太好。然后我小学进初中，我进初中之后是跟着我爸一起搬家，搬到了长沙，也就是现在我在的地方。呃，但是我妈妈没有跟过来了，我妈妈她朋友亲戚都在郴州那边，所以她好像是不太想跟过来吧，我记得是这样子。所以她就留在了郴州，然后我跟着我爸到了长沙，我爸也在长沙买了房子，然后就一起就在长沙上了初中。可能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俩就离婚了吧。离婚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们告诉我的，是我从别的亲戚口里面听到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对峙过，就是问他们为什么离婚，什么时候离的婚这些我没有问过。所以到了初中阶段，其实我跟我妈妈那一边的交流就比较少了，因为她在老家在郴州，我在长沙，我在上初中。然后在初中阶段，因为突然换了一个环境，从老家那边换到这个长沙这一边，我记得我是有一些不适应的，所以那个时候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我也不是给自己找借口啊，但这的确是原因之一啊，就是不太适应新的环境。然后因为这些种种问题呢，在初中阶段就跟我爸就有一些矛盾了，关系也不是很好。我记得我爸他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去就是数落一下我就是因为我跟他交流不多嘛，唯一大家能坐在一起聊天，其实也就是在饭桌上面，所以他会在饭桌上面去说一些问题。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特别害怕在家里面上那个饭桌吃饭的，因为一吃饭就要面临就是就要开始跟他们交流，一交流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学校表现不好呀，比如说成绩下滑了呀，比如说他觉得我性格变了呀，为什么不爱跟家里人说话了呀，这一些等等原因，一直到现在啊，就是我基本上是维持了当时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怎么爱跟家里人说话，但是有家里人还是特别爱我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啊，只是有一些交流上面的事情太久了，我现在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掉了。打个比方，就是我现在一回到我爸爸那一边啊，因为我现在是住在外面，我没有跟他住在一起。我一回我父亲那边，我爸爸那边，我回那个家，我那个房门一打开，我的状态就会立马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会跟现在很不一样，就会变得很不爱说话，脸上也不会有笑容，而且那个是我控制不了的，就是潜意识里面的一个行为就带出来了。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就是不会怎么抬头，那个也是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子不抬头去看别人，不抬头去交流，就是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然后妈妈在郴州，爸爸在长沙，我跟爸爸一起生活在长沙，一直进到了高中都是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初中到进高中的那个阶段，我是慢慢的发现，我妈妈在老家那边，她新找了一个就自己的男朋友，就这么说吧，男朋友。我爸爸呢，他也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新的一个女朋友，新的对象啊，就各自都有各自新找的对象，对，然后都生活在他们所在的那一边啊，然后他们各自所新找的那一个对象，男朋友女朋友，也各自都有一个小孩儿啊，但是是他们那个，比如我妈妈的男朋友他自己的小孩儿，我爸爸的女朋友他自己的小孩儿啊，就是都没有血缘关系。然后这个是在初中到高中的阶段慢慢的出现的一个问题，我是慢慢的发现了，比如说过年回老家回我妈那边，会发现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对，然后当然我也不会去多说什么，就是懂的都懂了，看一眼就懂了，就是反正也都各自离婚了，各自都找了新的另一半了，也没有问题。然后我爸这边也是，就渐渐的会带那个新的他的另一半回家吃饭，一直到后面他们就是住在一起了，对，两边都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些问题就是我爸妈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去谈过啊，谈过说，比如说我找了一个新的对象，他有个儿子，他有个女儿，等等这些问题，我也没有主动去问，所以这就是很奇怪的，就是我家的环境其实很少有就是亲人之间的那种比较真诚的那种聊天的那种感觉，我家是不会太有的，大家都会比较选择去回避一下这些问题，不会直接把这些问题摆在台面上面把它谈清楚，不会，所以就是久而久之的，我应该就是习惯了这一种感觉了，所以我在家里面也不会去说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去说我最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学校，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我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就不会去有这类的聊天啊。所以初中阶段就特别的沉默寡言，在家里不说话，一直到高中也是在家里不说话。高中进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是没有再回过家里睡觉了。那个时候我就算是自己搬出去租房子了。对，那个时候就没有再跟我爸住在一起了。从进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睡觉了。啊，除非是过年回老家，回郴州那边，必须在家睡觉了。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不会回家睡觉了，只是偶尔回去跟我爸他们吃一个饭，就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抗拒那个家里面整体的那个氛围的，还有那个地方。就我前面说的，我推开门一进去，我的那个心情就会立马荡下来，不受控制的荡下来。所以我进大学的时候就可能是选择了就是逃避吧，选择了就是不再住在家里。好，然后说了这么多废话，说了这么多我的家庭背景，然后我来说一下就是
就是我是如何跟我妈妈出柜的。其实呢，我没有想过要跟他们出柜啊，这是真的。其实我想的是，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家里人去谈关于性取向的任何问题啊。那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可能就不会跟他们出轨。我妈妈她后面因为种种原因，她发现了我不对劲，发现了我是个弯的。她应该是通过我的各种社交账号慢慢的发现的，比如说通过一些微信朋友圈啊、微博呀等等的社交账号。然后我是怎么知道我妈妈发现我是 gay 的？是这样子的，有一年就是那一年疫情刚开始还没有多久慢慢的好下去一点的时候，几年前不记得，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男朋友是同居在一起的，在长沙，然后我在工作，然后是那一年要过年的时候，我男朋友他老家那边疫情好像是比较严重还是怎么回事的，过年的时候反正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去，他回去的话是得隔离，还是根本不让回去来着，我不记得了。就是临近春节的那个时间放假的时候，我就说要不你跟我回郴州吧，跟我回郴州过年吧。我跟我男朋友说，我可以跟我妈说，这是我同事，或者这是我朋友，或者这是我同学，然后他家里面回不去了啊，家里面因为疫情回不去了，所以我就请他来我的老家过年啊，我打算这么跟我妈说。然后我男朋友他同意了，他说那我就跟你一起回郴州吧。然后我当时想的是，回郴州之后，我跟他呢就在外面开房，就想白天在我妈那玩，然后我再带着他在郴州市里面逛一逛，晚上就随便郴州市开个房呗，开个房就住那，然后我也跟他一起住那。我跟我妈妈说，我怕他一个人在那不安全，怕他孤独，陪他住那。然后那天我记得是我跟他确定好了，他跟我一起回郴州回老家过年，然后我们俩在高铁站，然后高铁站呢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发信息，我说等一下到站了，到郴州了，我先去帮他把房开好，把他安顿下来，然后我再跟他一起去回家回我妈那去吃个宵夜什么的。然后我妈就给我回信息说，她说没关系，她说你带他在家里住吧，你们俩睡一张床就可以了。她说我们俩睡一张床可以的。我说然后我给他回信息，我说别吧，我说还是不太好吧，他有一点点害羞，他怕影响到你们休息，我还是带他去开房吧。然后就这么来回的掰扯跟我妈妈，我妈想让我跟她回家住，我想带她去外面开房，因为方便一点，方便一点。然后反正最后就是我妈突然跟我来了一句啊，就重点来了，我妈突然跟我来了一句，她说：“儿子，没关系的，妈妈知道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我的天！当初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当时还没有上高铁，当时我立马就想退票了。我说这是怎么了？我还回得去吗？我好害怕呀！他怎么突然这么跟我说话？然后我就回我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妈知道我跟她就是在一起了，我就回我妈说她是我朋友呀。然后我妈就回我说没关系，儿子，妈妈知道你喜欢男的，你带他回来一起睡吧，你们俩睡一个房间，我帮你把床铺好。我妈是这样说的，我整个人就惊呆了，我的天呐！好家伙！然后我妈给我发了这一些信息，我拿给我男朋友看，我男朋友差点点就跑了，他差点就跟我说哎，我还是不去了吧，我不敢去了，反正就是很生气，然后我也没有问我妈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妈也没有跟我说过她是怎么知道的，就我也没问过她，她也没问过我，但是我妈就知道了我猜是因为各种社交媒体的账号她看到了。所以他发现了这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后面的话，因为我妈加了我男朋友的微信嘛，男朋友跟我说，
我妈跟她说啊，我妈当时发现我是gay 之后，啊，我妈悄咪咪的，就是在老家那边还是伤心了很久，大概她说她是花了快半年才缓过来，才接受的。当然那半年她也没有告诉过我啊，她发现的时候还没告诉过我，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啊。但我妈跟我男朋友这么说的，但是她说她最终是反正是缓过来，她是接受了。我妈说就是喜欢谁都无所谓，只要开心、快乐、健康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差不多这就是我的一个出柜的故事。其实我这个出柜的故事不算是我去出柜，我算是被别人抓到了，抓到现行。因为我本来没有出柜的打算的嘛，然后我妈就是发现了，她也接受了，虽然她说她花了一点时间。说回来，呃，其实我妈在发现我是弯的之前呢，她是一直有跟我说过，你什么时候找女朋友啊？就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她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找女朋友啊？我都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也没说过我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不要。然后她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我没有。然后我妈妈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其实有表达过一些疑惑，就是有一些疑问，她会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有谈过女朋友？她有这么跟我说过。然后我当时应该是糊弄过去了，我说我就是不想糊弄过去了。所以其实当年我妈其实能感觉出来，她其实还是有点介意，就是关于性取向这个问题的啊，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开放的，她的观念里面还是没有那么开放的。但是最终呢，还是到了这一步，我妈还是知道了，然后也接受了。喜欢的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开心、健康、快乐就好。我相信这是所有父母对自己儿子、女儿的一个期待啊，就希望你开心快乐。所以，透过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出柜这一整件事情，其实它都是需要谨慎的去选择的。你出柜的时机、出柜的对象，你的选择它都很重要。就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出柜，他们其实是通过一些别的人完成的。比如说他通过自己的姐姐，他告诉了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跟他年龄可能大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然后也是关系比较好，然后他告诉了他的姐姐，然后他姐姐再去父母的耳边去打探他们的口风去一点点的问，如果他这一辈子他不结婚了，你们怎么办？如果他遇不到喜欢的人了怎么办？通过你的兄弟姐妹们呀，一点点的靠他们去打探父母的口风其实你也能慢慢知道你的父母他心里面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想法，他的接受程度到底有多高。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去给他灌输一点这样的一些想法进去，让这个出柜的过程拉长一点点，而不是突然一下子。出柜的时间点的选择呢，比如说你不可能是什么还没成年15、16岁你就立马跟家里人说，我喜欢男生啊，我是弯的。你像我自己，我真正确定自己的性取向是真的是喜欢男生，我也还是在18岁的时候才完全确定的，不是吗？可能有的人更早你像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大家了解到的信息那么多，现在的小朋友越来越早熟了。我上条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已经有15岁的小朋友来留言了，我都惊到了。我觉得你要决定去出柜的话，你一定要等到你自己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一个方式。不要在心智不太成熟，也就是说不要在没有成年的时候直接跟家里人出柜，至少在自己满18岁步入大学之后，对自己后续的人生慢慢有一个规划的时候能够为自己后续的决定选择负一些责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考虑出柜这个问题。尤其是如果你跟你家里人的关系比较的紧密的话
我就建议更需要让自己独立的时候，再去做出柜的这个决定，而且是一点点的去出柜。然后我再说回父母的看法的问题，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当你跟父母出柜，他们不答应、不同意啊，他们说不行啊，我不我你就是有问题，你不可以喜欢男生，你不可以干嘛干嘛。其实有时候其实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态度，就比如说父母那边他们都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对不对？现在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但是父母那边他们兄弟姐妹还是比较多的嘛。你像我有很多姨妈，对不对？我还有很多的弟弟姐姐。你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能接受，他打心底里能够不在意你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如果这个消息流到了他的兄弟姐妹的耳朵里面，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会怎么去看待他自己呢？他们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啊，有自己的人格，有自我在那个地方，他们也不想有别人说他们的一些闲话，说他整个家庭的一些闲话啊，所以他们要考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不像我们还年轻，对不对？我们说出柜就出柜了，对父母就出柜了，我们不用考虑太多的后果，我们不用考虑身边的亲戚朋友怎么看我们的，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没有那么的紧密，对不对？他们真的会更好的去接受他吗？接受你妈妈吗？接受你妈妈所培养出来的这一整个家庭吗？这些都是很难说的。所以你一旦去跟家里人出柜，这些所有的压力都会压在爸妈的身上，压在他们组建的这个家庭的身上。再说回我自己，除非是到迫不得已的阶段啊，除非是到被逼婚了呀，要跟他必须让我跟一个女性结婚啊，生小孩啊，除非到这种迫不得已的阶段啊，否则我是不会出柜的。当然，这是对我自己而言，对于大家的话，就像我之前说的，你一定要选好时机，选好你要出柜的那个人，然后一定要把出柜的这个时间拉长，它不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我一直觉得，什么都不去考虑，直接对家里人、对任何的亲人出轨，这都是一个特别的不理智，也是特别不负责的一个做法。你所看到的那个世界，跟你父母所认为的那个世界，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了。所以你不能用你现在的一个标准，你现在的一个思想，去要求他们立马跟你一模一样。这个是对于父母来说是极为的不公平的，我觉得。所以就算如果有看我视频的人，你们跟父母出柜了，但是失败了，也不要去怪他们，给他们一些时间。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个女生，是个 lesbian，然后她也是我的同事了。她就是好像我记得她是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跟她妈妈出柜的吧，她好像是这么跟我说的。出柜之后呢，她妈妈也是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慢慢的接受了。但是她妈妈那个接受了，但也不完全接受了，就是她妈妈还是时不时的会想办法给她介绍一些男生让她去认识。她妈妈可能会说去试一试嘛，你去试一试，说不定你就喜欢了呢。然后我那朋友就会特别生气，然后那朋友他可能就说：“我喜欢的是女生啊，我不喜欢男生，你不要给我介绍，你给我介绍100个，我也喜欢的是女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他妈妈这样做也还好啊。他妈妈其实就是有一点点不死心嘛，他想着他说不定哪天突然就又喜欢上男生了呢，也不一定啊，所以就给他介绍嘛。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也算是成功出柜了啊，因为他妈妈并没有很强硬的跟他说不行，对不对？他妈妈只是想尝试的一点点的去看能不能改变一下他。但是这个自然到后期，你妈妈发现你，好像不太可能改变了啊，好像就是喜欢女生，她自然她就会放弃了啊，只是时间的关系而已。所以说，就算出柜不太成功，你也不用着急啊，先不需要太去跟家里人再继续谈论
有关于这个出柜这个问题的这些事情，这一种种的事情，都可以先不去谈论，让时间把它慢慢的淡化掉。可能你出柜出的不太成功啊，父母他不太同意，但是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一定在后续可能会有偷偷的上网去查，这到底是什么？这是啥啥啥？喜欢男生是不是一个病啊？什么什么的，说不定他就能够慢慢了解到这个群体，慢慢了解到我们还是我们，只是我们喜欢的人也是跟我们的性别是一样的而已。我这个人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只是给一点时间出来。你出柜要给很长的时间，你出完柜之后还要给他们很多时间，让他们去消化掉。你不能看网上很多，我看到很多视频，就是有人就是突然跟家里人出柜，然后家里人不同意啊，就当下打死都不同意的那一种，然后他就不行了，他就觉得这个家不爱他了，他要干嘛干嘛，他要去跳楼，他要去做很极端的事情啊，这个就不好，不能那么极端。你要那么极端，你的父母也会很极端的。所以一切都是慢一点，好了，take it slow，OK，好了，好像出柜的问题就聊到这里，聊的差不多了，嗯，然后大家对于出柜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出柜的一些故事，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评论在我的评论区，发弹幕或者私信给我都可以，好不好？然后我还是希望我的这条视频能够帮助一些正在挣扎的、纠结要不要出柜的，或者已经出柜了，家里人不同意怎么办的，让你们能够稍微的安心一些，好不好？然后也希望还是就是给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你发现自己是性少数，希望这条视频对你的以后能够有一些帮助和提醒。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定要点赞、